大家好，我是石头。很多人问我湘西到底有什么好玩的？实际上，我们湘西自驾游还是比较好的一个地方。我们这边连接着贵州，还有重庆。今天我们所来到的这个地方呢，叫做八面山。在暑假的时候啊，外来的游客是非常多的。这里啊，还有个小的别名，叫做巴南山。在1950年之前，这边还没有解放，山上藏了很多土匪。如果有兴趣的朋友，你们可以去查阅相关的资料看一下。整个八面山呢，也被誉为南方的呼伦贝尔。上面的草原，到了夏天啊，绿油油的，特别的漂亮。还有这边呢，也被誉为中国最大的桌山。什么叫做桌山呢？就是说，类似于一张方桌一样的，它的四面悬崖都是像刀削一样的，非常的陡峭，而且在山顶上，最高峰达到了1400多米，平均的高度大概是1200多米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从这条公路走上山，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。我们就是沿着镜头前方的这条公路一路开车上来的。这边距离谷底大概有20公里左右，开车差不多40分钟。路面都是弯弯曲曲的，挺难走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半山腰有很多房子。一路走过来啊，车流量还是挺多的。底下是里耶古城，那边是有一条河的，也是幽水河的支流。可以看到底下的村庄还是很多。这边的老百姓大部分都种柑橘，每年的产量还是挺不错的，所以当地老百姓的收入也是挺好的。待会儿呢，我们要从这边继续爬上山，这边距离山上还有好几百米呢。大家也可以看一下，道路依然是弯弯曲曲的。第一次过来的朋友啊，开车感觉是挺困难的。好多人都说八面山风景很美，但是想要上山一趟挺不容易。这些都是外来的一些朋友，很多人是自己开车过来的，也有一些开着摩托车自驾过来的。现在我们还没到山顶，在这边休息一会儿。这边也是一处观景台，这边有个提示牌，因为每年来这边的游客是越来越多，我们还是提倡大家爱护环境。今天天气比较好，一眼可以看到底下的山峰，真的是一览众山小。其实八面山的山顶上，每到下一点小雨的早晨，都是云雾缭绕的，特别美。我记得去年我们专程来过这边，拍过一次日出。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八面山的山顶之上，这边啊很平坦。到了夏天，这一大片都是草原，所以八面山的山顶也被誉为南方的呼伦贝尔。底下有很多马，平时可以供一些游客在这边骑马游玩的。今天也是跟着我的朋友一起来这边拍短视频的。现在八面山的山顶之上开花的比较好，已经变成了一个旅游胜地。到夏天来到这边避暑的朋友也是比较多的，上面有餐厅，还有露营地，还有民宿。看上面有很多星空帐篷，这整个山头都是的。在这边住好像还比较贵啊，一个晚上要好几百块钱呢。在对面的山头也有很多星空民宿，远远的就看到八面山3个大字。从这边走过去啊，有个滑翔伞营地，
挺宽的。实际上来到这边游玩的朋友，最好是自己开车过来。整个山顶大概如果沿着公路走一圈，有差不多20公里左右。当然山顶之上还有很多村庄的。在50年解放之前，这上面住了很多土匪。当然在这以前呢，不通公路，山顶上生活也是极不方便的。当地也有些村民在这边生活，条件很艰苦，要下山一趟非常的不容易。以前全靠走路，现在通车了，就方便了许多。这边的海拔因为比较高，所以这边的草地还是显得就像冬天一样的很枯萎的那种。估计还要过1-2个月左右，这边的草才能够长起来，到时候就很好看了。这边有些吧台，好像是一个餐厅吧。那边有些游乐的项目。我觉得夏天一家人来这边游玩还是挺不错的，可以带上一顶帐篷，在这边住上1-2天，晚上可以看星空。这边感觉也是类似于帐篷吧，其实从外观看起来像那种蒙古包，应该里面是一个房间吧，不知道有没有卫生间啊。从这边走过去都是这样的星云居吧，上面写的是。那我们就随便走一圈，给大家看一看。其实从航拍的镜头也可以发现，整个八面山的山顶上是比较平的，也被誉为中国最大的桌山，四面的悬崖峭壁很陡峭，就感觉像刀削一样的。所以在以前，土匪藏在山上，而且这边有一处地方叫做燕子洞，土匪都藏在洞里面，易守难攻。这边也是我们整个湘西解放最后的一个战场。有兴趣了解这段历史的朋友去搜索相关的资料都有记载的。每个地方都有路牌，还是挺方便的。这边可以停车。我觉得这样的开发还是挺不错的，大部分只是把路修了，还是没有破坏原有的一些环境。这一点还是觉得比较点赞的。现在我们要爬到山顶，据说从这边可以看到整个里耶古城的全貌，上面的风挺大的。八面山的盘山公路蜿蜒曲折，开车挺难走的，尤其第一次过来的朋友还是要小心一点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对面的悬崖峭壁之上似乎有一条玻璃栈道，挺宽的，如果在上面没有车的话，从这个景点去那个景点挺难走的。在解放之前，这边都是不通车，当地还是住着很多老百姓，下山一趟很不容易。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一条主路，从这边进去有好几个村寨，里面住着很多人。其实整个八面山的山顶，
如果开车需要半个小时左右绕上一圈。这条公路还可以通往重庆那边。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，整个八面山的山顶之上似乎没有大树，全部都是一些灌木丛。是不是这边的海拔实在太高了？那现在我们走上去，这处地方呢是最高的，可以看到整个里耶古城了。这边还有个天文望远镜，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观景台。在镜头的前方，那是重庆的方向了。我觉得这边的开花还是比较好的，每个山头几乎都修了观景台，这样子可以更直观的看到山下的风景。但是啊，山顶上的风也是真的很大。从这边走下去，也是一处观景台。这边的卫生都挺好的，应该平时有人管理，在这边打扫。盘山公路从那边一直上来，很难想象，几乎在山顶上，还是住着很多人家。其实如果不通公路啊，在山顶上居住，还是很不方便的。种了橘子也卖不出去，这边基本上不种稻谷。种脐橙，每年1亩地的收入有1万多块钱吧。如果种上10-20亩，一年的收入还是挺不错的。里耶古城享誉全国，应该是从挖出秦简之后。西安出土的是兵马俑，这边出土的是秦简，记录着2000多年前秦朝时期的文化、社会制度等等等等。当时应该是修建河堤，从一口井里面挖出了2000多年的秦简，还有中国最早的99乘法口诀，都记录得很详细。有兴趣的朋友啊，你们可以去里耶的博物馆去看一看，不收门票的，凭身份证可以进入。朋友们，这边的风实在太大了，这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我是石头，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